你今天香了没？嗨，香了。好，要按赞跟订阅哦。才可以收到我们的影片。对，影片每一天都更新，尽量啦，尽量。对，因为也是有点忙。来，这一支Savage，这一旷野之心，对啊，它已经出了好几个版本了。那这个又是什么版本？这好像是去年出的嘛，澄澈。澄澈，对，它很特别哦，它是用无酒精。无酒精的方式做出来的，还没有酒精，它是用就是迪奥他们讲说是他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就是用那种水为基底做的，去一种特殊的技术，对，去融合那个香精的原料做成，因为一般都是加就是酒精跟香精这样的比例去做嘛，那它是用纯水，就是没有酒精。那这样意思说宝宝也可以喷哦，因为无酒精嘛。对，然后是有些人他会想要喷头发就可以直接喷。那宠物也要想要让它旷野之心一下嘛，也可以喷，不行吗？宠物可能要看这不是水技术吗？可是它还是有香味啊，味道是什么味道？有一些宠物味道不行，有些不行啊，有些可以。对，但是通常不太确定就不要。是，不要乱用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是看不见后面那个主持人随便乱讲。好，来，那这一个既然是用新的技术，它没有酒精，却用水淬炼，那我们就要来考验一下它的持香度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来，赶快先试一下。瓶身一样的。对，一样的，下面稍微白白的，稍微有点像瀑布的感觉。对，然后有点也是白色的感，它可能做一个这是防晒吗？不是，大家有看吗？有，还有一个那种乳状的感觉。对啊，我磨起来一下。我觉得真的有点像那个在那个头发上一下，因为无酒精，它要让它有一点乳液的基底才有办法附着在你的身上。是哦，香气才会附着在你身上。OK， 这个很像，我都想喷脸上，是不是可以当保养品的？它搞不好可以啊，香氛其实在身上，跟旷野的味道其实蛮不一样的，对，蛮不一样。对，它留了很清新那么一点点旷野，但是更多的麝香木质，对，麝香辛香木质，麝香，然后它是带木质香气的麝香。这个可能如果你本来定义 Savage 旷野之心的香味，你再来试这个，我要跟你说，你的期待如果是110分的话，你可能只能到90分左右，因为它不太一样。来，学姐，这个前调先让它只有一开始喷出来的时候有原本旷野的那个氛围在空气。对，但是因为其实它那个乳液状是可以拍打的啦。有啊，所以它其实对身体是有保湿的效果。有啊，你看，所以。而且我现在就是好像抹了保养品那一种。对，所以你拍打完，它附着在你皮肤上之后，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它现在有一点点类似旷野加乳液香气的水乳液香气的那个氛围。是，这太特别了。对，但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马上出来，它会停留在你肌肤上1-2分钟之后，味道才慢慢出来。而且我要讲的是说，我现在就蛮明显，它现在那个木质香调很真实，很像我去这个木雕闻到的那个木头香吗？木雕木工厂的时候闻到这个木头。对，他想要调香师，就应该说创意总监啊，因为调香师他们还是一个 group 嘛。然后他从那个 MFK 的那个 FK， 因为他名字实在太长我不会念 FK， 他当了 Dior 的创意总监，香水的创意总监之后，他想要创造一种就是比较清新的，因为他的强项其实是麝香很强，像 MFK 它整个系列基底麝香为主，然后做各种的变化。对，然后他想要把旷野的感觉做的一种很清新，但是又很深邃的那种质感。所以他这一支我觉得有做到这种感觉，因为它虽然是香精，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说，虽然是以水为基底去做，没有酒精，但是它的香料浓度还是蛮高的。但你又不会觉得说
很厚，是对，还是有那种清新感在里面。 OK 它蛮强的有点像用精油香水的方式去做这一支香水，精油香水，因为精油香水就不会太厚重，对对对，它的层次感会更轻盈，是就会比较符合他想要表现的。刚刚 Cindy 讲说那个水的氛围，所以渣男也是可以很深邃的哦，对不对？扎的是男，不是香水。哦，渣男是男，不是香水，OK， 不是香水错当然是人，不是香水。 ，OK。那我必须坦白说，这一支因为拍《旷野之心》之前的经验，其实我是老实讲，我是几乎没有什么香会让我晕香，唯独旷野之心，真假最对最那个开始的我会有晕香的状况。那但是这一支老实讲不会有。如果你喜欢旷野之心，你跟我一样闻了1001支香水都不会晕香，只有旷野之心会晕的。那我跟你讲，这一支旷野之心不会，它这么清新了，不止我觉得它味道不淡哦，它味道还是其 strong 的哦，实还蛮是强浓的，的哦，对，还是强的。对，应该不是说浓，是我觉得它还是比我，因为它名字叫澄澈嘛，对你会觉得说，而且又是用水去嗯，加香精这样子去融合成的，会不会是不淡淡的持久、哎淡淡的？等一下我们来但是它目前要把它看它的表现表现的感觉是还是蛮强烈的。对对对，我觉得它不澄澈啦。哦，那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它喷出来居然是水乳液的那种感觉。对那可是味道留香跟包含从拍到现在大概6分钟，我觉得它的浓度是好的。这蛮厉害的支还蛮技术适合想要把香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喜欢把香水就是直接抹在那种头对发上，哦 ，OK，但一般的是有些人就不管啦，就是香水它有酒精，它还是照喷，但这一支的话就真的可以，因为它不会让你的头发变干干的， OK 酒精就不能这样直接喷嘛，那你这个可以，因为而且它喷在手上的时候啊，你会摸得到它的那个对啊保湿度，是，它没有像一般的香水，因为喷了之后有酒精，它会挥发嘛。对，所以除了留下香精之外，就是干爽的。但这个稍微会有一点感觉保湿的油感觉跟乳的感觉啦。对，因为它对必须透过油或是乳附着让它在你的留在身身上是那个香味才会出来。我觉得它蛮怎么讲，一个公司一直不断的在突破，算是这个突破自己到下一个极限了哦。那它有呈现出它在技术上做的改变，搞不好哪一天香水也会变成是保养品的方式出现，也说不定。那但是当然那一天我是觉得机会不大了，但是他愿意做这个突破，还蛮前卫的，蛮先进的。对对对。那大家会很想知道，听你们分享，会很想了解，那这个跟旷野之心的原版到底一不一样呢？你们觉得不一样？这个比较温柔一点，温且 OK 而且我觉得这一支这个香味是连女生喷都 OK 的，是，因为原本的旷野之心很男生啊，对，这一支不会，对。这一支旷野有一点旷野，又加木头，很明显的味道。对，旷野的味道再更多一点，感觉复杂一点。是，这个味道我觉得稍微再更比较线性啊。干净一点，干净因为对纯它粹一点主要就是白薰衣草。那白薰衣草它给人感觉就是没有像我们闻到的有一些薰衣草味道会稍微比较刺激一点。那它这一支用的薰衣草是用比较柔和的感觉的。那我觉得它的香气。它虽然是放在旷野之心，好像是奶香，但这支女生用也蛮可以，因为它后调又是做麝香为基底。好对，目前这一支你们会用在什么样的时机？那什么样的职业适合用这一支嘞？学姐，这一支去做瑜伽的时候，我会喷这一支，做瑜伽的时候你会喷这一支哦，因为它不是很凸显的香味，它就是一个很自然存在你身上的香味。OK 然后它又不含酒精，是这样油状跟乳液状的话，觉得很搭。而且后面那个木质调淡淡的，对，还蛮适合冥想的。是哦，好，OK，适合什么职业嘞？
皮拉皮斯的那个教练，老师教练很适合运动教练啊。你在下面喷，然后楼上老师在讲台上喷，这样。什么职业的？学姐想一下，我先讲用在什么时间。好，我会想要用在就是晚上洗完澡休息的时候，因为这支感觉蛮放松的，就薰衣草。我喜欢薰衣草，会带给我放松的感觉，所以我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放松的味道，放松，然后洗完澡又有那种干净的感觉，而且它又有一点保湿感，也觉得还蛮适合用在洗完澡皮肤有点干的时候去使用它，也蛮舒服的。我觉得在闻的时候，它有一点木质加烟熏烧稻草的味道。哦，旷野之心在旷野。在旷野中烧稻草，有一点在是这样是有啦，但它那个感觉给我感觉就是干燥的，虽然说它喷这个是湿润感，但是它的味道感觉是干燥的，没错，是没错。OK， 有种小熏熏的感觉，小熏熏，好，烟熏了哈，对，不是微醺。那我们待会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的持香跟后调变化是怎么表现。好，再见啦，拜拜，拜拜，按赞订阅。澄澈旷野之心，澄澈后调回来，来学姐，它真的有一点点，我的木质调里现在是木质调，可是我的木质调里有一点淡淡的苔藓调，就是很像瀑布打在那个石头上，上面会有一点点苔藓的那个香气，是，所以你会有一点水声。没有水声，不是水声，是苔藓。苔藓，有点湿润这样子，潮湿。对。有，然后学姐这样讲也是有，对。但我是很标准的木头，但是这个木头是偏烟熏烧稻草的这种烟熏干燥的香，而且木质感非常的明确，比起之前你闻过的旷野之心。那种走法是完全不太一样，但是它还是带着旷野之心之前的这种环境感，这种味道的空间感，但是有更重的烧稻草的木质调在里面。李经理呢？我有一点那种水雾的感觉，它后调，就有一种那种白白的雾起雾了。OK。那种在森林里起雾的那种感觉。是。所以你们它蛮木质，但是对我来说，它有一个那种薄纱薄纱感在里面，那种雾的那种薄纱感。不知道是因为我眼睛，对，应该是把酒糊啦，把酒蒙，把酒糊，应该说，反映了我的真实感受。原本的旷野是很适合，型男。就是在室内使用 party 啊，或是像你们讲的，就像他的形象广告拿的一把电吉他那个氛围，这一支感觉是在户外的。对，我觉得这一支更有他强哥在拍广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外面，然后上山下海的，有烧木头的味道。你说萤火的那个，有啊，对，它原本那一支啦，是，对，反而这一支更接近那个广告在外面烧生火的这个味道。好，来，那李经理后调有没有？就是感觉好像越来越 man 一点点，越来越 man，就是还是有一种就是比较旷野的那种感觉在 man， 微 man， 但是它比原版的我觉得再无形一点。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你无形的，就是会被它吸引走的那一种感觉。突然觉得这一支非常适合露营的时候喷。露营对，现在大家不是很疯露营吗？现在这个露营吗？还是露营？露营啦，露营，露营，对，露营的时候喷营。发音要标准，特别我们又没有上字幕的时候。对，不然等到字幕出现就会非常奇怪。是。人家我那个。我是香过头的香水一哥，就 AI 帮我判断我是香菇头香菇头，对，好笑。来，那这一支我们一起来给它一个分数，特别我要讲一下它的持香，不会因为它用了新技术，纯粹用水而没有酒精，它的持香
会变弱，没有，我跟你讲，它持香很强，对不对？包含到现在的味道也是强的啦，对吧？持香不会落亏的，4到6个小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OK， 只是它不是那种张扬显香型的，它是贴肤型的，没关系。是 OK， 好，来，那这一支2位给个分数一下，9.8，这管，安尼我哪会好意思？9.8，我是拿它跟原本的旷野比啦，因为原本旷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太 man 又太刺激一点点，它比较更显香，这支就比较刚好，比较低调一点，是的感觉，9.8，比较喜欢这支。OK， 那学姐可以拿来喷头发，9.5，为什么那么不配合嘞？好，那是他们为什么9.5？他对我而言就是你印象中的渣男，不是，就是他太贴肤了。对啊，学姐她都喜欢再重一点的，对，它持香，可是它太贴肤了，它会吸走香味。对，因为我夏天如果接下来要夏天了嘛，体温再高一点的时候，它在我身上应该就不行了。对，是，好。但是以调香技术来讲，它是厉害的。厉害，因为它没有酒精啊。对，你不讲它新技术，我们会认为它跟一般的香水没两样。对，因为以它不含酒精这件事来说，它却可以持香。因为不含酒精的东西，就是以香氛来说，通常不到2个小时。可是他说他本来一开始说他是香氛的香精的时候，想说香氛的香精是什么意思呢？那我现在懂了，我喷在身上，我就大概懂它的意思。是以调香技术来讲，它是值9.5分的。对，那如果它的显香度再高一点的话，当然我就可以跟 Cindy 一样给9.8分。好，对，非常谢谢学姐的真诚。好，那个林心地这一支9.8嘛，9.8的原因你还没说。我有啦，刚刚我有说，它跟原版的比，我更喜欢这一支的那种低调感。OK， 对，然后但是它其实也不会对我来说，因为我不会到那么不显香。我觉得它算是蛮刚好的中间，然后最少也应该也是可以到5-6个小时，就是可能没有到它香精的表现啊。我觉得淡香精是差不多的。是，好，我也会给它9.8。特别旷野之心，我之前是不太敢碰了，因为对我来讲会晕香，但这一支完全不会。好，所以我能接受这一支。它的味道后面木质调挺酷的，这种走法，干掉了稻草，木质麝香，有旷野的感觉。9.8。好，非常谢谢2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讲这一支新的去年出的那个旷野之心澄澈，可以试试看，记得按赞分享，下一次见，拜拜，拜拜。